神龙教圣女夜间款待宾客，结果却被对方暗算误服了天下第一奇毒。龙儿，我走遍天下才找到这种可以破你神功的奇银合欢散，放在酒里头。林西飞，你什么意思？哈哈哈哈！神龙教恃功自大，横行霸道，王爷早就看不顺眼了，下令老夫将你们全教铲除。不仅如此，神龙教教众早已被秘密策反，空气中还散发着诡异香气。随后龙儿就感觉全身燥热，催动内力抵抗呼吸也变得越发困难。看来冯锡范所言非虚，此毒专克神龙教的童身素女功，中毒者必须在天亮前和男子进行阴阳调和才能化解，而事后龙儿的8成功力会转移到男子身上，这也是冯锡范借机铲除神龙教的原因之一。深知这点的龙儿自然不会就此臣服，他强提真气准备杀出一条血路，而眼见拿下龙儿犹如探囊取物，冯锡范师徒却为了得到8成功力争吵不休。正是这一耽搁的时间，让龙儿带着韦小宝飞身逃离了此地。经过刚才一番激战，龙儿体内毒素已扩散至7经8脉，但现在身处荒山野岭，韦小宝又一副贱兮兮的痞子样。我帮你揉一下胸口，来，你不要碰我，走开！谁稀罕？大西瓜，你说过有好处，老爸照样会晃点你，现在只有我没晃点你了，好心被雷劈。一番话戳中龙儿心中痛处，他们神龙教世代忠心协助平西王府，结果却因小人诬陷遭来灭教之祸。反观韦小宝油嘴滑舌，却自始至终都没有骗过自己。而由于这一刻思绪太过集中，导致龙儿体内药性发作，恍惚间韦小宝在他眼中变成了贾宝玉模样，这可是他心中的盖世英雄。于是他3分期许中带着7分娇羞，将韦小宝给捉到了身前。随着两人近距离对视，只一眼两人眼中逐渐出现拉丝，接着龙儿甩出数十条白绫，混合着树叶围着两人飞速旋转。而在小宝深情款款的注视下，龙儿缓缓褪去那一抹娇羞，伴随着身旁树叶越积越多，直到最后将两人包成一个球。这一夜终于波澜不惊到了天亮。整整一夜，小宝彻底征服了龙儿这个要强女人。新的一天开始，小宝准备弄些山珍野果充饥，不料步子只是稍微迈得大了些，便一下窜出去几十米远。小宝这才知道，龙儿8成功力全转移到了自己身上，他已经是一位顶尖高手，势必要将平西王府闹个鸡犬不宁。与此同时，多隆将小宝身死的消息告诉公主，建宁身怀韦家骨肉，此次为了麻痹吴三桂父子，这才逼不得已嫁到平西王府。如今小宝既然已经身死，吴应熊也只能喜当爹了。随后建宁将小宝后事交给多隆去办，结果多隆这个老六转身就对前来吊唁官员换了副嘴脸。他表示丧葬过程尽量能免就免，如果实在太过麻烦，可以将所需费用折现交给自己。更无耻的是，多隆又借着这个由头，要10几个美女晚上过来陪夜，口口声称是为韦小宝黄泉路上不孤独，实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。可下一秒打脸就来了，韦小宝给他来了个贴脸对视，差点将这老六给原地吓尿。魏大人，这是老天有眼，你没有死啊！我这是得偿所望。多隆，你真够义气。面对韦小宝的阴阳怪气，多隆赶紧解释出卖小宝时属下意识保命之举。从那天独自逃生后，他每天都在寻找机会弥补过错，甚至为了记住自己的不仁不义，还在胳膊上刻了报仇2字，时刻提醒自己替韦小宝报仇雪恨。可他这点表忠心伎俩，对上韦小宝阿谀奉承这个祖师爷，简直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。于是小宝不再理会多隆临时胳膊刻字标斜的衷心忏悔，转而告诉他一个加官进爵的机会。小宝谎称自己是皇上安插在天地会的卧底，如今吴三桂所管辖的区域就有一个天地会的分舵，皇上临行前特意嘱咐让小宝偷偷潜入，打探到重要情报后重重有赏。念在多隆这么重兄弟义气，这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就让他去完成。随后多隆得到暗号，便一路来到街上寻找接头之人，只是他一开口，反清复明。人群中的大双一把推倒多隆，让他发现了地上的木板指示牌，接着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录音指示。多隆很快来到了所谓的天地会分舵，可殊不知这里是吴三桂的平西王府。他刚才召见军中谋反将领，为了防止有人偷听，故意撤走了后院大批巡逻护卫，这也让小双溜进来如入无人之地，给多隆打开了方便之门。结果这个老六一进来就高喊接头暗号：反清复明，反清复明。谁这么有种啊？你是谁？化妆的不错哎，是朝廷命官的打扮呢。你是卧底的，暗号？什么暗号？反清复明。多隆见眼前大官一脸蒙圈，立马向其展示后背提前写好的暗号，殊不知又被韦小宝给摆了一道，背上写着是杀吴三桂5个大字。这一幕落在吴三桂眼中，当即就一电炮招呼了上去。多隆认为对方这是在看不起自己，同样一记电炮怼回去报仇，接着满院子追着吴三桂猛配。为官一任，从来都是他打别人，还没有别人敢还手的份，更何况这次卧底任务还有皇上撑腰。而吴三桂眼见多隆这疯批弱智模样，赶紧喊来府上侍卫家丁，反清复明，反清复明，我卖了钱我也敢打，我打的连他妈妈都
多龙瞬间被大批人流推倒在地，接着四面八方拳头迎面砸来，不轻不重，力道刚刚好，不会一下子将多龙活活打死。这时手下来报，韦小宝和建宁公主拜访平西王府，吴三桂立即奉为上宾招待。虽然早就看韦小宝十分不爽，但毕竟他现在是陪嫁钦差大臣，表面功夫总归要做得漂亮一些。结果闲谈间，被打成猪头的多龙突然闯进内堂，并且在小宝一脸震惊中说出只有男人才会懂的英勇事迹。如此一来，小宝确认了多龙身份，于是立马话锋一转，斥责吴三桂为何无辜殴打朝廷命官，玩了一手先发制人。吴三桂见状赶紧说多龙身后有反贼语录，而为了验证真假，小宝提前在手掌涂上药膏，在检查多龙后背时，瞬间将所有字迹稀释成了一堆臭泥。吴三桂这才反应过来，韦小宝关键时刻来到这里，明摆着是和多龙串通好了。就在这时，建宁公主又出来和稀泥，她提醒多龙皇上赐了一把尚方宝剑，可上斩昏君，下斩谗臣。闻听此言的多龙立马抽出尚方宝剑，剑指吴三桂报自己株连之仇。谁知下一秒，吴应雄搞来了一块免死金牌，